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加拿大4国海空联演为期2天。菲军方发言人指出，这是4国之间首次联合演习，重点是为传递一种信息，并进行武力展示。据报道，一共有4艘舰艇参加演习，包括美国的伊利5号导弹巡洋舰、菲律宾的何塞黎察号导弹护卫舰和艾卡拉兹号巡逻舰。加拿大出动了蒙特利尔号护卫舰，澳大利亚则出动1架 P8 反潜巡逻机。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菲律宾派出的2艘舰艇也参与了今年4月份举行的美菲肩并肩2024联合军演。值得一提的是，何塞黎察号在演习中参与了击沉由退役的卡里拉亚湖号补给舰充当的靶舰，该舰是何塞黎察级护卫舰首舰。是菲律宾海军首次装备现代化的水面作战舰艇，更是第一次根据自身需求定制的护卫舰，结束了装备二手老旧装备的历史。何塞黎察是菲律宾国父以国父命名，足见菲律宾对该护卫舰的重视。该旗舰以韩国仁川级护卫舰为蓝本，由韩国进行建造。2020年7月正式入列菲律宾海军。这次菲律宾派出了2艘军舰参加，其中一艘军舰是其向外国购买的一艘护卫舰，名为何塞利善号。这算是菲律宾最好、最新、最现代化的一艘战舰了，但其满载排水量只有2600吨，它的作战能力比较差。时事评论员张军社对深圳卫视表示，从参与此次演习的4艘舰艇来看，演习仅具象征意义。加拿大这类国家不远万里派来一艘护卫舰，就是最好的写照。这艘舰艇在亚太地区只能刷存在感，其作战能力不足一提，证明其既没意愿也没能力搅动地区局势。从参加演习的舰艇可以看出，菲律宾舰艇及其指挥控制系统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差距很大，根本无法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有效的联合作战。值得注意的是，这是10天之内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进行的第3次演习。此前，菲律宾在7月31号和8月2号分别同美国和日本在南海举行双边联演。而在4国联演的同时，加拿大与澳大利亚2国防长8号在温哥华会谈，无端谈及南海问题，并声称要警惕中国在南海争议海域的主张。菲律宾马克思政府2022年6月上台以来，持续拉拢域外势力，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就在上个月底的美菲外长防长2+2部长级会谈中，美方宣布向菲律宾提供前所未有的5亿美元军事援助，这笔资金将用于帮助菲律宾武装部队和海岸警卫队实现现代化。同月早些时候，菲律宾还与日本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允许2国互派军队到对方领土进行训练。观察指，上述举动都将升级南海紧张局势，破坏地区国家长期维系的和平稳定局面。这些域外国家在南海问题上都不会引火烧身，不会为菲律宾火中取栗。美国从军事上讲是有能力对菲律宾施以援手的，但他不会为了菲律宾而与其他国家在南海开战。美国只是希望让菲律宾冲锋陷阵，把菲律宾当作炮灰，当作耗材。他自身的军事力量并不会投身其中。在美菲澳加演习期间，中国海军护卫舰梧州舰一直在加拿大海军蒙特利尔号护卫舰附近紧盯。此外，美军还发布了一张中国海军054A 型护卫舰伴随4国军舰的照片。报道称，当参演的4艘军舰会合时，中国军舰就已经到位了。直升机还拍摄到了这5艘军舰同框的画面。中国海军的护卫舰随后也起飞了1架直升机。张军社认为，我军护卫舰在4国海军军演的过程中进行监视，这是对域外国家在自己家门口实施挑衅行动做出的必要且正当的反应，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无可厚非。中国军队对于少数国家跑到自己家门口滋事搅局、制造热点、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军事活动，当然要进行密切的监视、严密掌握，随时准备对侵权挑衅行为做出快速反应和快速的反制。事实上，就在美菲澳加联演开始的同一天，解放军南部战区就主动释放了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组织联合海空战巡的消息。外界认为，这很可能就是相关舰机对4国联演采取的有效应对之举。
根据南部战区7号发布消息，联合战巡旨在检验战区部队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打击能力。用侦察预警的表示我军具备快速发现在我周边海空范围的挑衅性行动，快速机动则表明我舰艇飞机能快速出动，赶赴现场采取应对措施，而联合打击则是针对任何对我实施侵权行为的势力，能够实施海空联合反制，确保海空控制权，掌握主动权，并根据情况进一步展开打击行动，维护我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观察指，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在南海地区频繁搞演习，看似在涉海问题上增加底气，但实质上非引狼入室的做法，不仅导致大量军事力量在南海集聚，也冲击东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核心地位，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意愿背道而驰。需要说明的是，菲律宾与任何国家举行的任何演习都不会对中国形成威慑。菲律宾任何形式的挑衅行为都不会动摇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菲律宾应该停止一切形式的侵权挑衅，回到通过协商谈判、管控解决海上分歧的正确道路上来。此外，菲律宾和越南9号还首次在马尼拉湾开展为期5天的联合海岸警卫队演习，包括搜救和消防的联合训练。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早前称，希望透过这次联合训练，缓和与中国在南海的紧张局势。美菲澳加4国海上军演周4刚落幕，周5美军又与菲军在吕宋岛进行所谓推演南海作战场景的实弹发射。那么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意味着美军在南海方向持续搅局行动的加码，并且呢，在以空前的力度和强度，在裹挟更多的盟军的伙伴国在加入。那么这也意味着美方对军事同盟菲律宾的所谓的军事介入与军援的支持，它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显著的加强，美菲军演的这种频次与规模也在持续的提升。我注意到美联社周4发自马尼拉的电稿就声称，当天落幕的美菲澳加4国海上军演是所谓 show of force drills， 就是在展现军力，而今天搞的实弹这个发射是美菲正在进行的盾牌联合军演的所谓重头戏。美军上阵 M142自行火箭炮，也就是俗称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今天呢，美菲媒体都在炒作强调，说这一次在吕宋岛中部菲军训练场进行的实弹演练是要应对所谓的南海实战场景。菲军前期配合装弹，美军的陆军第1多域战的特遣队参演官兵发射了3枚火箭炮，落至10公里外的这个靶场。美菲去年达成协议，菲律宾向美国扩大开放军事基地，美军第1多域战特遣队自此呢，在菲律宾的存在感在持续的刷新。不但引入了海马斯火箭炮，此前呢更是曾经搬来低风中导发射系统，引发这种中方的强烈的反弹。2周之前，在老挝和菲律宾外长会晤，王毅就曾当面告诫，菲律宾如果引入美国中导系统，将会制造地区紧张对立，引发军备竞赛，完全不符合菲律宾人民的利益和愿望。那也正是迫于中方的压力，菲方此前已经向低风系统下达逐客令。但是呢，海马斯作战系统已经有多套在菲律宾前置部署，总部设在马尼拉的国际开发与安全合作组织的总裁叫卡巴尔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分析说，美菲联合上阵海马斯实弹发射训练，这意味着两军在适配互操作以及先进的军技共享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呢，他又特别补充说，这并不表明两军是在瞄准应对特定的目标国，而是要适应可能威胁到菲律宾领土的所谓通用作战场域。其实啊，在我看来，强调所谓的适配互操作是高抬菲军了。很大程度上，菲军这场实弹演练，它的角色扮演就是在打酱油、冲下手，就是在作秀。当然了，盾牌联演它的攻击性现在是越发强化了。去年美菲曾经演练在南海海域炸成一艘标靶舰，今天呢又有海马斯上阵。更不要提上半年进行的美菲肩并肩联演，17000多名官兵上阵，刷新了参演的记录。那么，为期2天的美菲澳加4国联演又传递出哪些信息？
2周前，王毅在老挝应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曾经谈到南海问题。王毅呢就告诫美方不得再煽风点火、搅局生事、破坏海上的稳定。很显然，美方没有听进去。布林肯他之后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大打海洋安全牌，在持续的搅局生事。他和内阁同事防长奥斯汀短短10天之内，在日本、在菲律宾和美国的本土连开了3场外长加防长的2+2会议，矛头呢都在指向中国。在美菲2+2会议中，美方宣布向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的军援。《纽约时报》对此就分析说，在东京和马尼拉访问期间，布林肯、奥斯汀以及他们的助手和外国同级官员都在协调，发出了强烈的信息，是要回击所谓中方在领土问题上的强硬举动云云。那么美方上下其手，大肆鼓动，菲方的南海多动症会不会再度的发作？会不会再度误判南海大事？很值得我们关注。我注意到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上周在和奥斯汀共同见记者时，就声称期待加强军事基地的合作。那这样一个表态，是不是在刻意的投美国所好？必须要做跟踪研判。众所周知，菲律宾去年初向美国扩大开放4个军事基地，这其中最北端的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地处吕宋岛，离台湾岛最近。因此，如果美国陆军第1多域战特遣队进到该基地，和菲律宾的军方再演秀肌肉的这种戏码，无疑会是高度敏感的军事异动。昨天落幕的美菲澳加海上联演是这4国呢首次在南海搞军演，但是呢，这并不是在南海的首场4国联演。那么这话听来有些拗口，但是呢，它的确是事实。就在今年的4月，美菲澳加进行了首度的4国联演，当时呢，4国防长还专门发表联合声明。那本次4国联演，美菲澳是雷打不动，但是呢，加拿大也是在上阵凑热闹。澳大利亚防长在美国参加完2+2会议之后，接力走访加拿大。那么加澳防长周4在渥太华会晤，声称要强化军事合作，而目标呢，则是所谓的瞄准中国。所以一个显见的态势就是美国将会以更大的力度来裹挟域外的国家，尤其是北约的成员国来搅局南海。围绕南海的3边、4边乃至更多边的演练，未来势必会频繁的上演。那我们从菲方的通报来看，除了所谓海上通行以及通讯演练，这一次呢4国联演它设置了反潜作战的科目，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科目提升，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就在4国南海演练揭幕当天，解放军也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巡。南部战区发声强调，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之中。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当解放军公开宣称尽在掌握，那么这当然是以实力见证，是一言九鼎的自信的表达。作为细节的一个见证，菲律宾军方周4就公开承认，在4国联演进行当天，发现有中方的3艘军舰尾随跟踪，但是呢，菲方并没有确认中方军舰的具体方位。当然了，菲方也没有给出4国海上联演的位置。所以这呢也在充分见证解放军尽在掌握，它是全方位的，既来自空中也有水面舰的跟踪警戒。那至于有没有水下的追踪，不妨做合理的想象。请注意，这一次4国联演，它设置了反潜作战的科目。就4个月前在南海举行的首次4国联演，当时南部战区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就曾宣称，解放军组织海空兵力在南海海域开展了演训活动。演训内容包括战机巡逻警戒、海空联合突击、舰艇编队、战备警巡等等。那么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对于外军拉帮结派、搞阵营对抗的南海异动，解放军的尽在掌握，不仅是全方位无死角，它也是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那么对照这时隔4个月南部战区的这2份官宣公告，它都是2句话，但是解放军的最新回应由演训活动升级为联合战训，明确了具体的方位，也就是呢为南海黄岩岛附近的海空域，它的战巡检验的目标呢更加具体，实战意味也更强，也就是战区部队的侦察预警、快速机动与联合打击能力。那就此而言呢，虽然最新公告它的用语表达更加简洁，但是呢它的实际信息量更大。所以我认为最新公告让解放军对外传递的这种掌握感变得更加充分、劲道，令人信服。
我注意到境内外媒体对此是充分感知的，做出了大量的解读。比如强调联合战巡就是要传递在本国陆海疆域内进行的明确的这种信息，一旦外方敢挑战底线，那么解放军将会做出强有力的反制。又比如联合战巡，它的规模强度小于军演，主要是意在巡逻与警戒，但是它的威慑意味同样是十足的。我个人认为，南部战区公告他的这句话最见中国军人的血性与威武，愿意在此重复：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之中。解放军尽在掌握，使命必达。